Hello，欢迎来到大可爱旅行，跟着大可一起去旅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自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后，我的第一次出国居然不是回台湾，而是来到加拿大温哥华。第一站来到一个离市区不远的观光景点 Granville Island。岛上有一个室内市场，前身是原来岛上的一个设备器材公司。市场内有各式各样摊位，有卖各种肉类、香肠、干酱等等的，也有意大利式卖起司或是各式电子物的。当然还有在海边不可缺少的海鲜类，以及色彩鲜艳的蔬菜水果。市场的另一侧有美食街，有手工面包店，还有各种不同的特色料理。中间有座位区，可以立刻品尝刚刚买到的战利品。吃饱喝足后，可以到另一栋建筑物逛街消化一下。这里有非常多手工艺品，从纪念品、明信片、珠宝饰品、衣服、帽子店、书店到家饰品都有。另外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就是岛上可以看到对面温哥华市区的高楼大厦以及豪宅。今天天气很好，很多人在这里享受阳光。这个复古的区域叫 Guest Town， 两侧都是维多利亚式的建筑，街道则是由鹅卵石铺成的。在这里有许多服饰、家具以及纪念品店，非常适合散步逛街。而最著名的就是这个蒸汽钟，每15分钟就会鸣笛。温哥华港边的加拿大广场，那5个白帆是由玻璃纤维制造而成，是当年的万国博览会的加拿大馆，现在则是可以让超大的邮轮停泊，上下游客。而我们也趁天气很好，在这里散了个步。等会我们也会到旁边的饭店去吃个下午茶，听说景色超美的哟。这个是大可爱的登机，对，第一次，他的大冒险，大可爱的大冒险。因为惧高症的人要去坐海上小飞机了。没错，非常的有勇气。我们预祝他旅途愉快。We'll see 。好。雀跃的大可爱。没错。现在雀跃，等会不确定。Fire extinguisher and emergency locator translator. There is also a fire extinguisher inside the passenger car. 搭乘水上飞机到维多利亚是个很特别的体验。你们刚刚有看到旅客的行李是放在飞机的浮筒里吗？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去吃一个有超过100年历史的下午茶了。
现在要准备走到 Empress Hotel， 吃下午茶。那 Empress Hotel 就是在维多利亚港的港边，就在这里。Empress 饭店是1908年建成的，糅合了城堡式以及法国文艺复兴式的设计，有石头与砖的外墙，还有高耸的屋顶，跟新哥德式的窗檐，还有多边形的塔。下午茶是从1908年饭店建成之后就有的，而且每一桌都有专属的侍茶师哦。从维多利亚回温哥华，我们搭乘渡轮，大约是1个半小时的航程，沿途风景优美。而我们是选择在餐厅的区域喝杯咖啡、休息聊天。这种渡轮是你也可以开车上船的，而我们在下船的时候看到排队等候上船的车车们。如果在年底来到温哥华玩的朋友们，一定要来这个耶诞市集走走，感受一下仿佛在欧洲的温馨佳节气氛。小朋友有游乐的区域，大人们可以选择逛逛，采买圣诞树的装饰，或是喝个热红酒。这个大概是我逛过最像德国的耶诞市集了。买票的话还会送一杯热的苹果汁，拿在手里温暖着手，喝了也非常暖心。卡贝拉诺吊桥公园位于北温哥华，是一个很大的森林公园，园内有很多原住民文化的图腾柱。这里的吊桥也是世界前几名长的步行吊桥。年底的时候，这里有特别的灯饰，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晚上来的原因。整个公园变得好梦幻，但前提是你要能够克服心理障碍，走过超摇晃的吊桥。走过吊桥之后，仿佛走入精灵的家，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灯饰主题，有发光的雨林，还有7个在树梢闪闪发光的吊桥。接下来是一系列的美食轰炸。我也在温哥华摘了我人生第1颗米其林星星，全聚德。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吃的一个餐厅，叫做君困，在一个小小的角落的日本料理餐厅。最后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看飞机除冰。绿色的粘液其实是防冰液，用在除冰车做完除冰处理之后，而这种液体刚好是绿色的，所以看起来很像飞机被喷了一层绿色的漆。